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年前，公司接了一个大项目，却不想我的顶头上司把我放在了裁员名单的第1名。我看着公司下发的通知，只觉得无比可笑。既然不想好，那就大家都别好。想过年，我送你一家老李团聚吧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接到离职通知的时候，是我陪客户喝完酒的第2天。我因为胃不舒服，请了1天的病假，在家里刚吃了药，准备躺下来休息，张林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安姐，你在家吗？你快来公司一趟，出事了。咱们昨天不是和林总签完合同了吗？怎么了？是合同出问题了。我揉着肚子，赶忙从床上起身。不是，安姐，更大。人事说我们组业绩不行，要把人员全部裁掉。我闻言只觉得气血上涌。放屁！我这1年签出的业绩能养活外面4、5家公司。你把今年的年报数据对比整理好，等着，我一会儿到。我说着就挂断了电话，穿了套西服，就立刻开车去了公司。我到公司的时候，办公室很安静，甚至连平时大家放松时播放的音乐都没有了声音。张林见我过来，赶忙向我招了招手，递给我一个文件夹。安姐，怎么了？一个个死气沉沉的。我出声，接过张林递过来的文件，看着垂头丧气的众人笑了笑。好了，都别想了，这不我来了，大家别有那么大压力。咱们组今年的业绩，就是别人不知道，自己人能不知道吗？大家都是个顶个的能干。快中午了，小林，你组织一下，带大家下去吃个午饭，一人买杯奶茶，都算我身上。谢谢安姐。众人目光感激，我摆了摆手，然后推门来到了徐总的办公室。徐总坐在老板椅上，见我过来堆起了笑容，只是怎么看怎么不怀好意。小安呐，你来了，你也是咱们公司的老员工了，按理说这次裁员怎么也动不到你头上。徐总，明人不说暗话，这次裁员理由我听说了，我懒得和他再继续弯弯绕绕，直接开门见山。我也不就资论辈，就凭我们组的业绩来看，我们全组人调到总公司都绰绰有余。徐总讪笑着，那不是你们组内部的吗？我闻言冷笑，徐州，我尊敬你，叫你一声徐总，资历我确实不如你，但论业绩，我们组就算评不上全国前几，但在咱们同行里，我们也能排个全国前10。你之前为了留人，把我们组业绩转给其他组，奖金没少，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。但这次你什么意思？说我们组业绩不行？徐州，你是忘了是靠着业绩把你堆起来的吧？安柔，你什么意思？徐总见我如此，便也不再装出一副和颜悦色的模样。这么说，我们公司没有你还起不来了？我什么意思你心里清楚。我嗤笑，把之前整理出来开年会的合同文件扔在了他桌上。田颖名下80%的单子都是我签的。徐总，我是忙，但我不傻。你给我年前安排这么多工作，不就为了这1天吗？怎么你想卸磨杀驴，签完单子就想把我踢出去？我告诉你们都没有，我安柔不是什么好欺负的。这裁员该怎么裁就怎么裁，别想有一个人在老娘的头上动土。行，安柔，你可以，你不想干了是吧？徐总，不是我不想干，是您不让我干。我说着就顺势坐到了沙发上。今天我们组走了一个人，明天这个文件我就会送到总公司。徐州，我之前空降调过来当组长，你支持我这么多年，即使没有升迁，我也在你底下安心的当一个一线。我签的单子你也没少给别人当业绩吧？我不好过，
你也别想坐稳总经理的位置。徐总闻言，尴尬地笑了笑，伸手从桌上给我倒了一杯茶水。小安说的哪里话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怎么可能让你们走呢？这肯定是中间出什么错误了，我一会儿就和人事说去。我点头，接过了茶水放在桌子上。行，有劳了，这回可别出什么错误了。徐总，我年底忙得很。说完，我也不顾他黑成猪肝一样的脸色，推门走了出去。张林见我出来，赶忙拿了一杯奶茶凑了过来。安姐，咋说的？我笑了笑，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，不动了。呼，我就知道安姐行。张林长舒了一口气，然后拿起手机，在手机群里说了这个好消息。我看着群里大家欢呼的表情包，发了个红包，然后语音：这一年辛苦大家了，年终大项目也完成的差不多，大家先沾沾喜气。看着群里众人活跃起来，打过了被裁员的阴影，我才逐渐放下心来。我喝了一口奶茶，问张林：人事查的数据是徐总给的吧？对，张林点头。我看他从徐总屋子里整理出的裁员名单。安姐，徐总不会真的要动我们吧？不会，要动也动不到我们头上。我笑笑，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，走吧，来了我也不休息，正好陪你下午去和林总把合同签了。行，安姐。张林说着，就弯腰在桌子底下看了看。完了，昨天买的礼品不见了。我闻言蹙了下眉，低头看了看，原本买好的2盒茶叶，此刻却不翼而飞，倒是真的不见踪影。张林蹲下身，还要继续翻找。我低头看了一眼时间，拉住了他：算了，先别找了，耽误的时间别再迟到了。你先记下，一会儿下楼再挑2盒好的拿过去。可是安姐，昨天我真的就放在那儿了，本来就是你出钱买的，公司不给报销就算了，还让我弄丢了。看着小姑娘委屈的模样，我叹了口气，拍了拍她的肩。我知道，昨天我看着你放的，没事，先去把合同签了才是正事。茶叶不着急，公司有监控，签完回来再看。张林吸了吸鼻子，眼眶有些泛红。行，那我这就下楼去买。我和张林刚拿着合同和礼品到林总的办公室的时候，就看见田颖和林总坐在沙发上有说有笑。林总见我过来，马上从沙发上站了起来。小安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不是让小颖来签吗？我闻言一愣，目光扫了一下田颖，还有林总办公桌上的礼品盒，那是我昨天买的茶叶。我说放在公司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消失？原来是被某些人借花献佛了。田颖看我明显面色一僵，但还是站了起来。安柔，你这是病好了吗？我看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，没理会他，走过去把张林手里的礼品递给了林总。原本是想着让小颖来签，但小颖家里出了点问题，给他打电话没接，这不我才过来了吗？让林总见笑了，这算是我给您赔个不是。林总笑得和蔼，从我手中接过礼盒。你看你来都来了，还送什么东西？我还能挑你的理吗？那小颖有事就算了，反正之前也都是和你谈的，条件也都差不多，你传真个合同，我签完再让秘书送过去就完了。那哪能麻烦您？我笑笑，把张林拉到了我身边，让小林和您碰一下。您这段时间也见过，这丫头机灵，也算是我带的助理。上回您还夸她那个方案呢。对，林总拍了一下脑袋，你不说我还真给忘了。昨天就说下午他来和我签，我还合计咋换人了，真不好意思，是我安排的问题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哎，这就见外了，见我道歉。林总赶紧摆摆手，我不讲究这个，
小安，我信得过你。行，那麻烦林总了。我说着，拍了拍张林的肩。小林，你和林总把条款都过一遍，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。我先带小颖回去一趟。张林看着我点了点头，我笑笑，和林总寒暄了一下，然后带着田颖离开了林总的办公室。刚走进停车场，田颖便神色不悦地看着我。我家出什么事了？安柔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我勾唇，毫不客气地与他对视。田颖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，想抢我的单子，给你自己铺路。你做什么美梦呢？前几次我顾及这一个公司的大家都有家庭要养，你们组偷拿我们业绩考核，我也没说什么，怎么这一次坐不住了？我没有。田颖面色有些慌乱，大概没想到我会说得如此直白，但不过一瞬间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挺直了腰板。就算有，那能怎么样？你不过就是比我待的时间长，论经验，我也不比你差。我冷笑出声，是吗？论偷鸡摸狗的经验，我确实比不过你。那2盒茶叶一共15000，就能立案调查了。田颖，这年你也别过了，去看守所里待着吧。田颖嗤笑了一下，从包里拿出了手机，给我微信转了2万，给你吧，剩下1万算是我赏给你的。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面不改色地把钱退了回去。田颖，你想多了，我不是管你要钱的，我是送你进去的，我不接受和解，这个牢你坐定了。说完，我也没有理会他慌张的神色，抬手拨打了110。警察来得很快，我还没到公司就接到了警员的电话。安女士，是您报的警吗？我们已经到了。好，辛苦您了，我马上到。我到公司的时候，门口围了一群人，徐州站在门口拦着警察不让进去。见我过来，连忙说道：“小安呐，这都是误会，你和警察解释一下。”田颖不知道那茶叶是你自己花钱买的，以为是公司统一给客户订的礼品呢。我冷笑着拨开了徐州搭在我肩上的手：“您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我昨天刚和您申请过，可是您亲自和我说的用不上。林总那2盒茶叶都是我自己出钱买的，放的位置也是我自己的办公桌下，他和我隔了8丈远，怎么算都不可能进我的办公室，更何况是桌子底下，不存在误会。”我说着，看着面露疑惑的警员，笑得温柔：“不好意思，久等了，是我报的警，也不存在什么误会。我的茶叶确实是被偷走的，可以看监控视频。”“不用看。”田颖气喘吁吁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只见他穿着高跟鞋，弯着腰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原本精致的妆容也被汗水打湿，显得有些狼狈。“不是偷的，是拿的，是我忘记和他说了，大概是没想到我会真的报警。”田颖看见警察，面色都白了几分。“这位女士，没有告诉别人就私自拿走别人的东西，从法律意义来讲就是偷窃。”年轻的警官看着田颖蹙着眉，我简直想原地拍手叫好，没想到还是个不打自招的蠢货。田颖闻言身形一晃，然后抓着警官的手臂，眼眶蓄满了泪水，看起来楚楚可怜。“这我不知道啊，我知道就不会这样的，我赔给他，好不好？不要抓我。”警官皱着眉，面无表情地拨开了他的手。“女士，这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识，抓不抓你具体也要看安小姐是否选择和解。”还没等我开口，徐州就在一旁叫道：“和解，和解，都是一个公司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大过年的，小安你也行行好。”我冷笑，看了一眼想当和事佬的徐州，还有身边附和着他话的其他同事，只觉得可笑无比。
以前就是因为我总想着是一家公司的，所以即使之前无论他们怎么篡改我的业绩，我都没有生气。但这次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人家只有出事的时候才能想起来这茬，其他的时候都在盘算着怎么把我踢出局。既然这样，也没必要留什么面子。今天我就是要撕破脸，想用道德绑架我，门都没有。不和解，我说得很坚定。看了一眼神色惊慌的田颖，还有一个劲给我使眼色的徐州，转身对着身后的同事说道：我不和解，大家都是同事，在一起时间也长。今天他能从我那不声不响的拿走1万块钱的茶叶，那谁能保证他之前没小偷小摸的拿走过什么呢？听完我的话，同事们都低头面面相觑起来。对呀，我之前的口红现在没找到，那可是新的萝卜丁，还有我放在公司里的快递都丢了可多了，我还以为是保洁阿姨拿走了，可不，我之前还丢了一堆珍珠耳环。我闻言勾唇笑了笑，然后对着徐州道：徐总，我也是为公司着想，这大家都丢过东西，虽然不比我的值钱，但谁能保证下回田颖的手伸到哪里？所以为了公司，希望徐总能配合警官的调查。徐州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看着我气得说不出话，只能转身摔门回到了办公室，甚至都甩开了田颖的手。田颖面露颓色地站在那里，脸上早没了之前的趾高气扬，因为监控里的证据确凿，田颖被警察带走调查，公司也下了开除令，甚至徐州因为这件事都被总公司公开批评，扣除了年终奖金。我本以为田颖的事情会告一段落，却不想3天后，公司的人事就在发工资的时候开始找茬。我看着手里的工资条，只觉得气血翻涌，不仅扣除了我的项目奖金，就连底薪都给我扣了近半。张林和其他组员的脸色也不好看。我沉声开口：是不是都扣了？众人点头。张林见我生气，给我倒了杯水。安姐，我去问了，人事主管说是因为我们之前谎报加班，还说……张林咬唇，看着我一副不好开口的样子。我见状看了他一眼，还说什么了？说我们项目合同来的不正经。众人闻言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有脾气不好的组员已经开始愤愤不平的要找人事评理。他什么意思？我们每天晚上应酬，哪个项目的方案不是熬夜做的？怎么不正经？就是再不正经，有他能吗？不就是因为他姐他才进来的，现在田颖进去了，他还真把自己当主管了。不行，我去找他。我闻言赶忙挥手，大家冷静一下，我去找一下人事，这次应该就是冲我来的，给大家添麻烦了。安姐，你别这么说，咱们组那个人不是你带出来的。张林开口，看着我眼眶泛红。对，安姐，这就是见不得我们业绩好。没错，田颖本来就是偷了东西。我笑笑，只觉得心里涌过一阵暖流，有大家的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到人事办公室的时候，田梦正坐在沙发上刷着手机，见我过来，赶忙把手机扣在了桌子上，一脸不耐烦。安柔，你们组的工资改不了，我可查了公司的考勤，你们之前可没少迟到早退。我笑笑，对于他趾高气扬的态度也没放在心，而是翻出之前让签的考勤协议放在桌面上。田主管，公司规定过，销售出去跑项目的时候没有硬性要求考勤。田梦站起来，看着我有些气急败坏。那是总公司的规定，和我们分公司不发生关系。我闻言挑眉，顺势坐在了沙发上，把手机扣在了桌子上。那这么说，
我们公司还有2套考勤系统。对，新的我刚给徐总过目。田梦仰头看着我，有些洋洋得意。以后你们销售出去，就算是应酬，也要给我回到公司打卡。谁知道你们不打卡，是不是骗公司的加班费？好啊，我点点头，笑得开心。大概是没想到我会同意。田梦甚至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你不反对？不反对。我勾唇，笑意加深。徐总不是同意了吗？田梦哼声，大概觉得我是怕徐州，所以才不敢说什么。那当然了，徐总还说你们这个月奖金减半，尤其是你。他说着阴恻恻地看了我一眼，1分都没有。哎，那可真是难过。我叹了口气，装出一副难过的样子。那是什么理由？徐总说了吗？哼，什么理由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田梦瞪着我，那眼神恨不得杀了我。要不是你，我姐能进去吗？我告诉你，徐总可是我姐的男朋友，你个没长眼睛的也敢动到我姐身上。原本想着你们组业绩好，能给我姐贴金，才留着你们。没想到你们不仅不感激，还污蔑我姐偷东西。错了，不是污蔑。我勾唇笑了笑，靠在沙发上，只觉得惬意无比。警察都定性了，就是偷窃。废话，我姐能差你那1万块钱吗？田梦喊着，像是被踩了尾巴的野猫。安梦，我告诉你，有我在，你别想舒舒服服的在公司做你的工作。我嗤笑，也不再搭理他，而是起身拿起桌上的电话放在耳边。周经理，您刚刚也都听见了吧？也不是我有心不接受您的提携。胳膊肘往外拐想，带着组员跳槽。是这公司和我之前来的时候说的待遇真不一样。您挖我过来的时候，可没和我说分公司和总公司待遇不一样啊。电话那头，周瑞气红了眼。小安呐，别说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先别冲动，我这就看看怎么回事。我闻言点点头，行，那麻烦周经理了。田梦见我挂了电话，紧张地抓着手里的水杯，什么意思？周经理，我挑眉，微笑着晃了晃手机。对呀，就是你想的，总公司的人事经理周经理。你，田梦站起来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，嘴里也不干净。我见状，看着他笑了笑，然后转身走出了办公室。狐假虎威，和谁不会一样？周瑞的动作很快，不出半天，我们组的工资和奖金就全部到位了，甚至为了安抚我们组，每个人还多发了3000块钱的补偿。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。田梦被开除了，只是可惜徐州的位置倒是没有变化，大概是把锅都甩在了田梦的头上。周瑞给我打了电话，象征性地安抚着我，见我打消了跳槽的心思，才放下心来。因为田颖和田梦的事情，徐州恨极了我，每天都变着花样给我们组安排工作，甚至为了钻考勤的空子开始装了好些个摄像头，美其名曰是怕再发生偷窃的事情。新来的人事主管是从总公司调来的，看样子和徐州很熟悉。我本来觉得没什么，只要是按照公司规定来，我都能接受，却不想刚开始这个人事主管就想给我一个下马威。赵清河站在台上，扫视一眼下面的员工。我是从总公司调来的，听说你们这很不服从管理，一点上下级的意识都没有。他说着，目光停在了我身上。我呢，最讨厌这样的刺头。虽然临近过年，大家难免松懈，但公司就是公司，日后大家的工作，只要坐在位置上，我就要看见工作的状态。尤其是个别人，不要仗着业绩好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公司不是你家。我闻言低头冷笑，送走一个田梦，没想到又迎来一个赵清河。
我真是觉得荣幸。徐州为了对付我，到底请了多少人？接下来这段时间，根据总公司的规定，每个人加班我都会看摄像头确认，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查看监控，看各位的工作状态，不合格就按照规定扣钱。个别的跑项目的，我也会按照外勤打卡算。你谁对吧？安组长赵清河说着，笑意盈盈地看着我。我抬头点头笑道：“对，赵主管。”赵清河这才满意地点点头：“那就行，希望各位以后配合我们的工作了。”我黑着脸从会议室出来，看着桌上堆着的文件，伸手翻了几页，然后转身扔进了垃圾桶。张林见状，赶忙起身问我：“怎么了，安姐？那些都是徐总分下来的工作，不用做了吗？”“不用。”我喝了口咖啡，坐在椅子上。那都是好几年前的合同，之前早就弄过了。他现在分过来，不过是想找我的茬。张林担心地看着我：“那怎么办？”“安姐，新来的人事好像也是徐总安排的。”我看着他，回了一个安心的笑容。之前怎么办，现在就怎么办。放心吧，没有人敢欺负到我头上。赵清河的动作很快，不出一周，公司里就有人怨声载道。不止我们组，就连他自己的人事部都没有放过，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被扣了钱。只不过我们组的人被扣的最多。我看着手里的罚单，面无表情地从桌上拿出来笔，签了字，然后拍了张照片，存在了手机里，想用这点手段让我主动提离职，省掉赔偿金。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，小林。我签完了，你给人事主管送去吧。张林不甘心地咬着嘴唇，看着我一脸的不甘心。不是，安姐，凭什么？这都第几次了？一天就开4、5次，不是他这是住监控上了吗？我们上个卫生间的时间他都要管。我伸手摸了摸他的头，没事，你告诉大家改签，保存好证据就行。行，安姐，我知道了。张林点点头，吸了吸鼻子，拿着罚单出了办公室。我拿着杯子去了茶水间，就看见林川愁眉苦脸地站在那里，见我过来打了声招呼：“安柔，来了呀。”我点头，看着他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，拍了拍他的肩：“怎么了？这是愁成这样？你别提了，就我们新来那个主管，成天搞什么工作态度视察，别说你们了，就连我们人事部上下都乌烟瘴气的。”林川说着，忽然降低了声音调：“我们这几天做考勤，他偏说不对，让查监控核对加班时间呢。我还特意问了徐总，徐总也说看。我这几天看监控，看得我快吐了。”我闻言笑了笑，喝了一口咖啡，过这几天就好了。哎，真的，送走一个不干活的祖宗，来了一个瞎干活的。林川叹了口气：“这不过年，我们准备订礼品吗？原本说大家都订去年的红酒，他偏说太贵了，把3年以下员工的礼品换成果汁，送个东西都分3、6、9等了。行，先不和你说了，我得回去继续看了。”我笑笑，和他寒暄了一会儿，道了别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见我对他离谱的规定不为所动，甚至我们组整个公司都没有人主动提出离职。赵清河着急了，甚至开始找人谈话，鼓动着我的组员主动离职。我看着赵清河的动作，依旧不为所动，只是安抚好我的组员，让他们每次谈话都保留录音。大概是没见过我这么难啃的骨头，赵清河看我，也从以往明里暗里的找茬，变成现实的阴阳怪气。见我来，便在门口掐着嗓子训斥自己的助理：“你可得好好干活，没有那么好的命，认识那么多好老板养着你，可别把工作都丢了。”我闻言
刚想进去的脚一顿，转头看了赵清河一眼，然后清了清嗓子，对着我旁边的张林道：“张林，你和老板多学这点，可别像某些人，没有公主病，得了公主病。”张林看着我，憋着笑点头：“安姐说得对。”赵清河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踩着高跟鞋与我对视：“安柔，你什么意思？”我挑眉笑了笑：“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没想到有人对号入座，是吧？赵主管，你……”赵清河伸手指着我，看样子有些气急败坏。我瞪了他一眼，挥手打开了他的手：“我忙得很，没事就去找徐总，他应该很爱听。”说完，我也没理会他的脸色，领着张林走进了办公室，留下赵清河在原地神色怨毒。徐州找我的时候，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林总这个项目的合同文件。我看着工作微信上他发来的信息，蹙着眉，但是放下了手头的工作，去了他的办公室。他大概等了我很久，见我过来也不再和我客气，而是把开除的文件甩在了桌上。“安柔，你被开除了。”我闻言冷笑，伸手拿起桌上的文件看了起来。那是一份很简单的开除文件，理由一栏里是赵清河的字迹，上面写着人品不行，赔偿也只有我1个月的工资。我看了一眼就合上了文件。“徐总，写错了吧？开除我，这点赔偿可不够。况且我俩谁人品不行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”徐州看着我，神色嘲讽：“安柔，你真把自己当盘菜了？周瑞挖你又怎么样？我说你不行就是不行，你以为就你后面有人？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你除了业绩好还有什么？那你可没少从我的手里吃奖金吧？什么叫吃你的？那是我的。”哎，我叹了口气，伸手别了一下头发：“徐总，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谈的，走法律程序吧。”我说着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从怀里拿出了手机，然后调出了一段视频。那是公司的茶水间，因为深夜缘故，灯光显得格外明显，尤其是视频内还有2个人影上下交叠在一起，里面赫然是徐州，还有新调来的人事主管赵清河。“徐总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想开除我，也找个好点的理由，说我人品不行，我倒是真要看看究竟是谁不行。”徐州看着就想扑过来抢我的手机：“安柔，你威胁我，你偷拍我，你这是犯法的。”我收回了手机，低头看了他一眼：“这可不是我拍的。”我勾唇笑了笑，把屏幕调到了公司的大群里。只见大群里几乎被这段暧昧的视频刷爆了。往常下达工作命令的群聊，此刻却寂静不已，没有一个人敢发出消息。徐州看了一眼发送人的 ID， 目眦欲裂：“这不是林川吗？我不是今天早上就把他开除了？”我点头笑得纯良：“对呀，他可是人事部的组长，听说是前几天调考勤的时候，应着你的要求，看加班查监控拍到了。这可是为了公司着想呢，你说对不对？”徐总见他不说话，我笑得更加开心。还有赵主管，哎，说起来这还是他规定的，也不知道现在他什么心情。哎，可惜了田颖，他不会现在还觉得你会在外面等他从牢里出来吧？安柔，你想怎么样？徐州看着我，咬牙切齿：“徐州，说起来，那我还得谢谢你，多亏让我有时间收集这么多证据。”我笑笑，伸手勾了勾头发：“快过年了，我没什么礼物送你，就送你进去和田颖团聚吧。”我说着，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假装惊讶地看了一眼：“呀，瞧我这个脑子，差点忘了，还有赵主管。也不知道你们3个人能不能关到一起。”安柔，
我杀了你！”徐州说着就向我扑了过来，还好我反应快，从外套里拿出辣椒水喷在了他的脸上。看着他趴在地上鬼哭狼嚎的样子，我冷笑一声，然后转身出门，拨通了110的电话。徐州和赵清河很快就因为涉嫌挪用公款被警察行政拘留，一起进去的还有我们总公司的财务主管。更想不到的是，他竟然是徐州的结发妻子。在得知徐州背着他乱搞之后，开始主动揭露徐州的罪行，恨不得让徐州判无期徒刑。因为这次事件很大，总公司为了安抚我们，甚至每个人都多发了1个月的工资，还安排了周瑞来公司坐镇一段时间。看着我递交的辞呈，周瑞苦笑了一下：“安柔，怎么我调过来你就想离职了呢？”“那是因为其实原本就有这个想法了，要不是徐州做得太过分了，说不定那阵我就走了。”我说着叹了口气：“我知道这些年您也没少为我操心，要不是我当年任性，非要做一线，说不定还碰不到这些破事。”周瑞笑了笑，给我倒了一杯茶：“那也得你有本事，这件事我还得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说不定到现在都发现不了这么大的蛀虫呢。”我伸手接过茶，喝了一口：“客气了，周经理。我想着先休息一段时间，毕竟一线干了这么长时间，我也想着出去闯一闯。你这是打算单干了？”周瑞看着我，淡淡出声。我点点头，算是回应：“打算看看，毕竟这些年了，也不想一直干一线。”“行，以你的能力干一线，确实委屈了。”周瑞点点头，然后开玩笑地问我：“那有没有兴趣在分公司先当个总经理看看？”我闻言摇了摇头：“不了，在公司这么多年，都是舒适圈了。”见我拒绝，他叹了口气，也不再强求。“行，那我给你批了，可记着外面不舒服了，欢迎你随时回来，到时候的位置不会比现在低。”“好。”我笑了笑，点点头，然后握上了周瑞伸出来的手，就是不是同事也是朋友。这些年麻烦了。周瑞也笑了笑：“好，以后合作随时找我。”从公司离职后，我伸了个懒腰，呼吸着外面的新鲜空气，只觉得无比舒心。张林拿着包跟在我后面，也笑得开心。我看他一眼，伸手接过他的包，叹了口气：“真跟我出来单干啊！上回签的林总那个单子，你升组长都绰绰有余。”张林笑了笑，摸了摸鼻子：“没有你，我也签不了。安姐说好了，你可得带着我报复！”哈哈哈哈哈哈！行，我闻言笑得开心，刚想说一起去吃个自由的第1顿饭，身后就传来其他组员的声音。只见他们都拎着包走了过来，看着我笑得开心：“安姐也得带上我们。”我笑得开心，手机忽然响了一下，我低头，只见周瑞给我发来了信息：“新年快乐，他们想跟你走，我可都放了，记得请我吃饭。”“好，请你周经理，记下了，别叫我周经理了呗，我就比你大1岁，叫我周瑞就行。”“好，晚安。”番外篇：新公司成立得很顺利，刚满1年就取得了不错的业绩。期间我也谈了个恋爱，是和周瑞。在他的穷追猛打下，我终于和他走到了一起。他也没有回到总公司，而是请调在这一直做着分公司的总经理。我想着趁着过年，正好收个尾，给大家开个年会。谁知道我刚和周瑞说完这个想法，他就摇头拒绝了我的提议。我皱眉看着周瑞，一脸的不开心：“什么意思？不让我开？”“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周瑞见我不开心，赶紧摇头，然后过来替我揉了揉肩：“你想，人家都忙了1年了，到头来组织年会领导还在身边，
人家能玩得开心吗？你之前也不是没经历过。听他一说，我低头想了想，之前公司的年会，除了喝酒，就是尴尬的恭维老板，倒是真没有多开心。那倒也是，那你们公司怎么办的？我给他们转账了，让他们自己想去哪就去哪，到时候我给报销。那挺好，我一会儿和小林说一下，让他组织一下。周瑞点了点头，然后弯腰把头靠在我的肩上。那忙了一年，放假了，轮到安总翻我的牌子了吗？我闻言笑了笑，伸手摸了摸他的头。轮到了，假期都翻你的牌子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